大家好啊，在这里呢，面具人先给大家说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啊，那就是江峰勾结共产党的实锤证据已经被面具人我掌握了。那这个证据啊，说是证据，其实呢，你们每个人都能从共产党最近的行为以及江峰最近带的节奏中找到这个证据。那这个证据究竟是什么呢？节目最后我会告诉你们的。先来告诉大家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啊，那就是二代球王马拉多纳去世了。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北京时间26日凌晨，根据阿根廷《号角报》消息报道，阿根廷球王马拉多纳因心脏骤停，在位于提格雷的家中去世，享年60岁。外媒称，在马拉多纳去世的消息传出后，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宣布，阿根廷全国将哀悼3天。为此呢，一代球王贝利也发文悼念。他说：“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世界失去了一个传奇。我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在天上一起踢球。”那面具人，我看到这个话的时候，深有感慨呀。这真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呐！1940年生的贝利都已经80岁了，1960年生的马拉多纳才60岁啊，就去世了。他的这个60岁的寿命确实不能算高寿啊。我们都知道马拉多纳的私生活是比较放纵的，对吧？并且呢，马拉多纳有吸毒史，而且呢，他比较骄奢淫逸。那马拉多纳的早逝和这个生活习惯不好也有一定的关系啊。那马拉多纳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去世的呢？根据阿根廷媒体 TYC 电视台的说法，马拉多纳因为贫血、脱水和抑郁而入院治疗。随后呢，核磁共振显示他有硬脑膜下血肿。马拉多纳的私人医生当时就介绍说，1个月前我们做了核磁共振，看起来一切正常。可是当我们重复观察，发现了硬脑膜下血肿，这种伤很难发现。我不知道他马拉多纳是被撞了还是摔了才导致这种病情的。然后呢，医生就建议马拉多纳做手术，并称这是一个常规手术。他马拉多纳很清醒，他理解并同意这个手术。医生说，如果手术成功，马拉多纳可以在48个小时后回家。随后呢，现年60岁的阿根廷足球巨星接受了这个脑部手术。医生介绍，手术成功的清除了血肿，整个过程花了大约80分钟。马拉多纳对手术的耐受性也很好，手术的反应看起来还不错。可是做完手术后的最近一段时间，马拉多纳的情况并不是很好，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有些状态不佳。当地时间11月25日的中午12点5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5日23点50分，马拉多纳在家中突然失去意识，心脏骤停。虽然当时马拉多纳家附近有多辆救护车待命，医生呢也第一时间介入进行抢救，但是最终也没能抢救回来。在阿根廷当地时间11月25日中午的13点02分，马拉多纳因抢救无效去世。奥莱报表示，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挽救迭戈的生命，就是马拉多纳。随后呢，阿根廷国家队官方在中文微博上面也发文纪念，证实了这位阿根廷历史上最伟大的球星离世，并称永别了迭戈，你将永远地活在我们的心中。其实呀，马拉多纳自从1997年退役后，身体就一直不太好。马拉多纳曾多次出现过健康问题，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在2004年，他因为肺部感染引发心脏病住院，当时呢一度出现了心脏和呼吸停止的这种重症。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马拉多纳在观看阿根廷战胜尼日利亚的比赛时，曾一度晕倒在包厢里面，被送往医院急救。2019年，马拉多纳又因为健康问题，不得不停止执教墨西哥第2级别联赛的多拉多斯队。执教期间呢，他曾因胃部出血接受住院治疗。可以说，老马真的是伤病不断呀。不是胃出问题了就是肺出问题了，不是肺出问题了就是心出问题了，然后这一次又是脑子和心都出问题了。当然了，这个和他马拉多纳的生活习惯有着重大的关系。
酗酒、抽烟、荒淫无度，包括吸食一些不好的东西。那马拉多纳用这种方式长时间的透支自己的身体，对吧？这样要不了多久，他的身体就会垮掉的。你看60多岁就不行了。虽然啊，生活中的马拉多纳毁誉参半，可是这个马拉多纳一旦踏上球场，他就几乎是完美的。从初出茅庐的博卡到被伤病折磨的巴塞罗那，从风光无限的那不勒斯，最后又回到了属于他的糖果河球场。马拉多纳获得了1次欧洲联盟杯冠军，2个意甲冠军，2个意大利杯赛冠军，3个西班牙杯赛冠军，1个阿甲冠军，还有世界杯，真的是拥有一篮子冠军的传奇人物呀！人们更不会忘记的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上的永恒的经典，那就是在对阵英格兰队的时候，马拉多纳先是上演了被永远定格入史册的上帝之手，随后呢，又连过5人打进1球，这粒球被认为是迄今为止足球史上最漂亮的进球。时任英格兰队的主教练罗布森说：“我们在防守上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但马拉多纳就是突破了我们最后的防线，我们只是输给了马拉多纳。”面具人给大家仔细解释一下这个上帝之手的经过啊。当时比赛进行到下半场的第6分钟，双方仍然战成0-0平手。马拉多纳先是将球分给边路的队友巴尔达诺，后者射门被英格兰的后卫霍奇挡住，然后呢又回传给守门员希尔顿。此时呢，虽然马拉多纳抢到了第1点，但是面对人高马大的希尔顿，他想靠头球攻门，但是因为马拉多纳的身高问题，导致这个动作完成难度极大。最终呢，马拉多纳他选择了用手将球打进球门，进球啦！由于马拉多纳的个子矮小，动作呢也十分隐蔽，突尼斯的主裁判纳塞尔并没有发现这个动作，并判此球有效。希尔顿和他的队友虽然极力争辩，但结局都无法改变。凭借此球领先以后呢，马拉多纳随后又攻入了一个堪称世界杯史上最精彩的入球，连过5人的世纪进球，锁定胜局。这场比赛呢，阿根廷最终是以2-1获胜，并最终获得了此届世界杯的冠军。马拉多纳捧起了大力神杯。当时呀，那场球赛确实是非常精彩呀。后人呢很难复制那种连过5人的名场面了。这里面有个问题啊，可能各位观众朋友们都发现了呀，为啥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能把足球踢得不错，唯独咱们华人踢不好足球？包括港台人啊，难道说咱们请的教练不行？那也不对呀，华人这边的足球队请的教练，那也是全世界大咖级的顶级教练呀。你说华人的腿短，身体素质不行，但是你看日本、韩国、朝鲜，人家踢的都挺牛逼呀，伊拉克踢的也不错呀，为啥唯独华人踢球踢的不行呢？尤其是中国国足，足球这个玩意儿呢，是一项非常强调团队配合的运动，而这一点呢，恰恰是中国人最弱最差的环节。有句话叫做什么？一个中国人一条龙，3个中国人不如虫。不知道是因为文革把人文革习惯了，还是什么，中国人只要一形成团队团体，就会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看不惯、是非和矛盾。你可以看华人的这个 Twitter 呀、Facebook 里面的群呀，包括 Telegram 群里面呀，无时无刻的都在吵架、争斗、互相辱骂啊，下面的留言也是互相辱骂啊，互相看不起，对不对？中国人啊，他可能本能性的就喜欢内斗啊，一旦形成团体了以后，就会互相看不惯，挑拨是非，出现矛盾，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人的权威思想太重，人人都想显示自己的权利，可是呢，中国人的权力意识又太差，权力欲望却又非常强。比如说一个球队啊，面具人我原来就是我们校队的金牌守门员啊，我以我个人踢球的感受来说一下吧啊，踢球踢赢了或者是顺风啊，那就是队长个人的功劳，别人都是傻逼。你踢球踢得逆风了以后啊，踢得不顺了以后呢，每个球员啊就开始互相埋怨怪队友，然后呢就是队友互相仇视不配合，甚至呢窝里斗，
然后就越踢越不好啊，越来越不好，然后就输球了。几乎每次输球都是因为这种原因，稍微有点压力，然后就是自乱阵脚，开始内斗啊，互相不配合，互相的埋怨，看不起啊。面具人，我感觉啊，在球场上踢足球，尤其是中国这种足球气息啊，还是有那种浓浓的中国人的那种诛心玩法啊。踢球它比的不是技巧，它比的就是看谁的心态先出问题。球队里面几乎每个人都非常的刚愎自用。然后呢，就是面具人，我觉得足球这个玩意儿啊，在中国现在被玩成什么样子了？那就是有钱人才能玩的一种运动。穷人家的孩子谁没事去踢足球呀？穷人家的孩子怎么踢足球呀？他踢足球出来能找好工作吗？人家是体育队，是足球队，你不花个10几万、几十万，你能进得去吗？足球这玩意儿啊，还真的是讲天赋呢，可遇不可求。和画画和音乐是一样的，它没天赋，你花再多的钱，再怎么训练，它的效果是非常差的。所以呢，足球的人才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呢，现在的这种情况被玩成什么样了啊？现在在中国踢足球的都是那些富家公子哥，一群烂货，踢得非常蹩脚的人在玩。可是呢，这些人都觉得自己踢得很牛逼啊，牛逼哄哄的，屌炸天。真正擅长踢足球的有天赋的人呢，未必他的家里面有钱能够供养他踢球，只能把踢球当成爱好，可悲吗？中国这种权贵本位、金本位的思想呢，你把这种思想带到足球世界里面来啊，用这种思想来筛选足球人才，那真的是一点也不科学的。因为很多时候啊，你能力不足可以用钱来通融和掩盖的，对吧？孩子踢球踢得不好，我花钱呀给他进市体育队，进市足球队，是不是啊？孩子这个球技不行，那我可以花钱买通教练呀，买通这些队长呀，买通这些老师呀，把我孩子安排进去踢比赛呀，对吧？你用钱来筛选足球人才呢，真的不科学啊！而且呢，钱啊还不像国外的那种奖金去激励你踢足球，而是在中国你要先掏钱，你才有资格踢球，懂了没？而且呀，你说这些富家子弟啊，很多时候呢，他都是妈妈怀抱中的好孩子，受不得一点批评。他们明明球踢得很烂，却觉得自己踢得很牛逼，从小娇生惯养啊，不会觉得自己有错。这就是面具人我常说的，傻逼不可怕，可怕的是傻逼觉得自己牛逼了。也包括中国的足球各种黑暗的赌局啊，这种外围的赌盘行为啊，踢假球。刚好呢，中国人又极度的爱钱，这就导致了大家踢球并非是为了把球踢好，而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很多人说，哎呀，人家全欧洲足球踢得好，是因为人家是富裕国家，老百姓可以尽情的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那面具人我就想说了，墨西哥、朝鲜、伊拉克、多哥、哥斯达黎加，还有很多的非洲球队，牙买加之类的，这些国家也不富裕呀，甚至有些国家还很穷，人家照样把球踢得非常好，对不对？在90年代的时候啊，中国的足球不像现在这么差，那个时候呢还杀进世界杯了。可是呢，为什么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了，中国的足球反而不行了？面具人我个人觉得啊，主要的问题是这样，市场环境和人心的变化。90年代呢，包括踢世界杯的那批球员呢，包括各种爱好踢足球的人啊，他们其实啊还是发自真心想要把这个东西玩好的。那个时候的人啊，你别看他们穷啊，但是他们的生活压力、生活的节奏没现在这么畸形，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也没现在这么极端功利。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的老百姓还是比较朴实的，比较单纯的，比较朴实的。在那个年代呢，大家还是可以有点自己的情怀和爱好，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也就是说，他们的成长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情怀来尽情的发挥的。但是到了90年代的中后期啊，
改革开放啊，包括一些乱七八糟的思想价值观的变化，也包括中国的足球进行了职业化改革。其实职业化是好事呀，人家西方的足球都是职业化的嘛，对不对？因为职业化了以后，球员的收入大幅提高，按理来说应该会刺激中国的足球市场发展，对中国的足球是利好才对。但是呢，结果却是否定的。这就是面具人我说的，你把西方的制度啊生搬硬套给中国啊，未必是好事儿，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啊。你说把足球职业化了以后，为什么足球的质量反而下降了呢？原因是这样啊，职业化收入提高了以后，短期确实是一个利好啊。具体表现就是在那个时候啊，仅仅几年时间，中国啊各个城市遍地的足球学校，包括秦皇岛呀、高峰文呀、太阳神啊、海达国际米兰等等，多不胜数。可是呢，这些学校它的目的是什么？赚钱，极端的赚钱，无底线的赚钱。同时呢，降低成本，搞裙带关系啊，搞各种的这种腐败。你想进我的这个有名的球队，我的名气大，我的这个足球学校名气大，掏钱，是不是？那老板收到钱以后呢，他又想降低成本，往往会请一些垃圾教练，请一些垃圾的老师，老师呢也是为了赚钱，对吧？那最终呢，往往就是搞的关系户进来了，成本降低了，教学水平也不堪入目了，然后呢再开外围，恶性竞争。其实呀，中国的各行各业的圈子都差不多，这就是中国人的这种利益本位，而且呢喜欢互相挖墙脚，喜欢内斗的具体体现啊。中国人啊，他宁愿把钱花在刷漆上面，做表面工作上面，他都不愿意做实在的事情，弄虚作假啊。中国人这种弄虚作假、极端的利益化，先把钱骗到手的这种心态啊，延伸到各行各业。你们看啊，油管不也一样吗？你们看看这些大外宣啊，它的播放量70、80万、10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啊，你仔细看他们这些人啊，播放量7、8万，点赞就能给你刷个8000、1万啊，让人们看起来，哎呀，这个视频赞好多呀。但是你们有没有拿正常逻辑去想一下啊？看你视频的人，总有一部分人喜欢，总有一部分人不喜欢，对不对？那喜欢的人给你点赞，不喜欢的就算是少部分，可能给你点踩。但是呢，我问你，1万个赞啊，点踩的只有1个人，你觉得这个比例正常吗？1万个赞点踩的只有10个人，你觉得这个比例正常吗？是不是？至少你可能几百个赞，几十个踩，这还算可信，是吧？你说你几万个赞，几千个赞，点踩就是几个，可行吗？可信吗？你们信不信？其实破解这些骗子的骗术啊，很简单，只是咱们平时呀不喜欢动脑子，不喜欢去想这块啊。他们利用了咱们的思维盲区和信息差、信息盲区啊。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这种什么点赞呀、留言呀，这都是微博常规操作了。你们去看国内的微博啊，共产党刚发一个消息，或者是某个网红明星大 V 刚发一下啊，几千个转发、几万个转发、几万个赞，是不是啊？你们仔细看看啊，华人的这种坑蒙拐骗的思维啊，驴粪蛋表面光啊，光鲜亮丽的去搞诈骗的思维啊，走到哪儿都是破坏性的。你看华人、中国人捕鱼，连幼苗啊都要给你捕杀干净，伐木呀直接是地毯式的一次性收割，买房子也是，华人到哪里啊，哪里的房价就涨，无耻无底线的不停的买，他自己住不完，没得住啊，给别人租赚钱，收租金啊，买更多的房子，租更多的房子，收更多的租金，每个人都是这种想法啊，并且呢，这个租金呢，他还要坑人，买了以后当房东嘛，对不对？他们是不考虑科学发展的，都恨不得一次性吃个大胖子，一次性的把这个市场的钱赚光、赚干、赚干净，知道不？足球也是，大家无非都是韭菜而已，大家都是在玩这个游戏而已。玩得好的能多撸点钱，玩得不好的惨了，你就是花钱陪练的公子哥。
包括其他的小孩子吧，想踢足球。什么？现在的学生还能踢足球吗？什么？现在的学生还有体育课吗？好了，来说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啊，那就是习近平终于给拜登祝贺了，抢在普京前面啊。面具人，我个人觉得吧，习近平还是很爱惜他们这些常年布局在海外的民主大师的。毕竟呀，你说共产党给这些什么宗教大神呀、民主大师呀、天灭中共呀，投资了很多钱啊，一年几百万、几千万美金的广告费，在全球打广告，天灭中共，对不对？这次美国大选基本上接近尾声了，中共调动这些民主大师反对美国的民主，煽动美国内战，已经暴露得很明显了。现在这帮民主大师啊，已经被美国的主流社会盯上了。同样的，也有相当一部分华人发现了这些民主大师不对劲儿了。哎，怎么这些民主大师共也不反了，反而天天反美了，要灭美国民主党了？感觉好像就像司马南说的啊，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但是面具人，我把这个话再精炼了一下啊，用来表达这些民主大师，反美是工作，反共是生活呀。那就是说，反美是他们的工作，反共是他们的生活啊，生活中无处不反共啊，然后吸引这些韭菜嘛。然后呢，真正他们的工作是反美。这些人，你们仔细看他们的行为啊，肆意诋毁美国的民主，造谣啊，毫无根据、无耻无底线的煽动种族歧视、煽动仇恨，并且呢，步调非常的统一，让大家觉得这些人似乎背后另有高人在指挥，并且呢，通过这些人的言论和行为来看呢，煽动美国仇恨和分裂，从中受益的显然是中共和俄罗斯。面具人，我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想必你们啊也都是聪明人，对不对？高智商人群嘛，咱们这个频道本来就是高智商人群来看的嘛，是不是？你们也应该能看出来这些人平时不对劲儿了吧，对不对？尤其是在这段时间，平时呢可能掩盖的深一点，看起来好像真的是反共呀，天天骂共产党呀，是不是？但是呢，现在呢，他们共产党不骂了，天天骂美国啊。美国最好内战，美国最好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美国最好分一个川普国啊，把民主党都赶到那些贫穷州，甚至最好消灭民主党，把拜登消灭掉啊！当然了，观众群体当中也有很多人不是傻子的，他们看出来了，这些民主大师已经不对劲儿了。那等大家都开始怀疑这些民主大师了，怎么办呀？那只有我习近平再一次出来背锅了。新华社北京时间11月25日电，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约瑟夫·拜登，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希望双方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掌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同各国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同日，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致电卡马拉哈里斯，祝贺他当选美国副总统。看好了啊，习近平扛了1个月，终于扛不住了。但是你们记住一个时间点，那就是川普签署同意了分享总统每日简报。并且美国的国务院也启动了政权交接进程了，军队呢也放话了，不会帮川普进行军事政变的，各个州的诉讼也都被驳回了，等于川普几乎无牌可打的情况下，习近平看大势已去了，现在只能承认拜登赢了，再不承认就说不过去了，并且呢，这次习近平抢在了俄罗斯之前，嘿嘿。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习近平他这么做还是一箭八雕。我昨天的节目中不是讲了吗？这些民主大师都开始吹捧金正恩、普京了，给他们洗白了，说他们才是真正的好人。希望之声、老黑都给他们普京、金正恩洗白了吗？唯独没有洗习近平。为啥没洗习近平呀？因为他们天天骂习近平，天天反习近平，他这个时候再洗习近平不是打脸吗？他还反共吗？这些反共大师、民主大师，他的这个招牌还怎么立呀？对不对？所以呢，习近平出来当炮灰了呀。
保护普京呀，并且呢，他还有他更深层的目的。你们经常看面具人我节目的老观众都知道啊，我经常告诉你们，强调告诫你们，共产党做事啊，他做起事来看起来是傻不拉几的，其实呀，那都是大外宣给你们描绘的。实际上共产党不傻，共产党做事都是步步为营的。前几天先放出消息说要判黄之锋、周庭可能5年的时间，那这就是为了告诉全世界，你看啊，香港的民主战神并不是我共产党扶持的呀。那你说香港的民主战神是我共产党扶持的，为什么我还判他坐牢呢？对不对啊？我并不是说让这些香港的民主战神一边提倡合理非，一边呢要把香港的事情闹大，方便我推行国安法呀。我习近平也并没有说让黎智英搞硬盘门，搞64页的文件去推翻美国的选举呀。我习近平也并没有让周庭、黄之锋、黎智英的身价大涨赚大钱呀。我习近平也并没有指挥这些民主大师去造谣什么3个硬盘呀，什么死人票呀，什么美国的民主是假的呀。哎呀，我并没有这么做呀，对不对？你看我现在也支持拜登了，我习近平就是拜登的黑盟友啊，你们还不信吗？呵呵，那面具人我想说啊，在整个文明社会，包括咱们面具帮的高智商人群啊，咱们已经警觉了这些民主大师，实际上呢，他玩的就是一种间谍骗术，很典型的嘛。我先跟你装自己人，我先认同你，博取你的信任，打入你的内部，然后呢，利用你的言语系统，利用你的言论自由，利用你的司法宽松，来打着民主反民主。可是呢，现在西方国家都已经发现了这些人的玩法了。那当整个西方社会，包括国际社会，已经开始警觉这些打着民主反民主的民主大师之后呢，只有习近平出来救场了呀。你看习近平今天出来背锅了，我习近平祝贺拜登了，现在你们可以骂我了，我就是拜登的黑盟友，拜登就是跟我共产党穿一条裤子的了。然后你们再去看看什么这些法轮功啊，包括这些老黑啊、鼠疫人呀，这些民运团体啊，他们现在换着法儿的来念这种通稿。习近平祝贺拜登了，看习近平跟拜登是一伙的啊，拜登通共了。面具人我一句话就能驳斥这些杂碎的这种造谣逻辑啊。好，习近平祝贺拜登了，那就是习近平跟拜登是一伙的。那我问你，日本也祝贺拜登了，蔡英文也祝贺拜登了，默克尔也祝贺拜登了，莫里森也祝贺拜登了，那这些人都和拜登是一伙的。好了，现在全世界都是一伙的，那就是咱们这些底层人民是傻逼，咱们要和全世界为敌，对吧？在中共和中共为敌敌不过，那咱们就到西方世界跟西方民主自由为敌嘛，反正大家都是共产党的人，大家都跟中共是一伙的了嘛，大家都互相祝贺了吗？你觉得这个逻辑行得通吗？谁给拜登祝贺，谁就跟拜登是一伙的，那现在全世界都是一伙的了，咱们怎么办？还怎么活啊？全世界都跟我们为敌了，全世界都共产党了，那我现在应该拿根绳把我挂树上吊死，是不是啊？习近平现在出来背锅了，祝贺拜登了，已经把炮弹递给这些民主大师了。实际上呢，这就要说我开头讲的，我得到江峰通共的实锤证据了。你们仔细看啊，江峰应该是2天前就得到情报了，所以你看江峰，包括级别高一点的轮子大 V 啊，他们已经开始稍稍的降低调门了，说这是江峰说的啊，不是面具人我说的啊。江峰是这么说的，川普虽然是神选之子，但是呢，川普现在是总统，他想要和拜登对抗，应该搞同级别的对抗。川普总统总不能欺负平民拜登吧？怎么搞同级别的对抗呢？所以呀，川普应该首先承认拜登，让拜登当上总统以后，这样呢才可以全力出击，不至于说我是以总统的身份欺负你平民，咱们是以总统的身份互相来过招。美国现在是2个总统互相斗，你看江峰说的这个话，一方面
弱智的很典型，专门来吸收这些智障能信他的话的人。另一方面呢，他说这个话呀很诛心呀，还是在煽动美国内战。什么叫做美国应该先让拜登当上总统，我川普再不承认我不是总统，然后呢我们两个总统怎么办？一山不容二虎，那行内战呗，对不对啊？然后呢江峰说川普让拜登当了总统以后，这样呢他才可以憋大招，才可以全力出击，才可以毫无保留的不要说我欺负你平民。江峰都说了，川普接下来还有大招呢。而且呢，你们看我江峰虽然说川普是神选之子，但是我并没有说神选川普出来是干啥的，我也并没有说神选川普必须当总统嘛，对吧？神说不定给川普还有更伟大的任务呢，只是你们这帮逼民杂碎，你们的微末的智商理解不到神的旨意，对不对？反正江峰废话了半天，这就等于说他在2天前已经开始承认拜登的节奏了，硬是在这打脸硬凹呢。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好时间点啊！江峰承认拜登要当总统的以后的1天多，不到2天啊，中共官方这边习近平、王岐山也统一口径承认拜登当选总统了。你们看这个时间点紧凑不？江峰之前可是跟疯狗一样的煽动美国内战啊！不行，川普必须赢，美国总统就是川普啊，民主党就是政变了，必须把民主党消灭干净，斩首拜登啊！而且在大选之前呢，江峰还说川普100%的当选总统，川普绝对赢定了啊！结果呢，你看如此信仰虔诚的人啊，江峰说他信神呀，说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啊，怎么他的这个信仰就跟拉屎一样，今天拉一泡，明天拉一泡，说变就变，今天拉软屎，明天拉硬屎，后天拉绿色的屎啊，大后天拉稀屎，每天拉的屎都不一样。但是呢，你们这些江峰的信徒、江峰的观众还要每天吃他屁眼里面拉出来的屎，直接拉到你嘴里，是不是啊？事实上啊，你看啊，咱们再往回看几天江峰的言论啊，江峰的言论和我党的人民日报的言论是一模一样的，什么美国的民主是假的，民主党作弊，支持川普上诉，支持川普推翻选举结果，美国应该内战啊，美国的民主已经不存在了，美国的宪政已经毁灭了。观众朋友们，你们仔细观察这些言论啊，这些言论你不用翻墙看江峰，你直接在国内的百度、微博、贴吧都能看到一模一样的论调，包括 B 站你也能看到，知道不？所以呢，咱们可以得出答案，江峰从头到尾都是在严密的配合我党的战略布局，搅乱美国呢，懂了没？只不过江峰他说的这个话并没有人民日报或者是哔哩哔哩啊、微博上面说的那么直白。哎，那也不对啊，江峰最近说的更直白更露骨。你仔细看江峰这几期的节目啊，对美国的民主，对美国的种族，对美国的民族和谐团结两党政治啊，攻击的比人民日报、比胡锡进啊、比百度贴吧还要狠得多。你们自己看嘛，对不对？证据摆在那儿呢，大家可以把他的视频都下载下来啊，留着以后拉清单。那你看，哎，这些民主大师从头到尾和我党都保持着一模一样的论调，那现在这些民主大师集体的被盯上了，集体的暴露了，用劲儿过猛了，发射的太多了，现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那该怎么办呢？习近平可不想每年几千万的全球反共人士的投入的资金，打广告天灭中共的资金白白就废掉了呀，对不对？什么神韵演出啊，什么这个退党保平安呀，赶紧给我党员的资料呀，给我名单呀，我帮你退党呀，你们这些傻叉你都不怕？哎，你的这些名单前手被拿掉，后手你就被卖了，只是卖给美国的移民局还是卖给中国的共产党，这可不值小钱呐，知道不？你，哎，我都说你们这些人啊，用脑子想想嘛。哎，这些组织他光靠募捐，他能每年打几千万的广告费吗？他哪来这么多钱？他也没有自己的贸易，也没有自己的生意公司，对不对？
啊，哪来这么多钱嘛？你用屁眼你都能想到这些钱是谁给的啊！而且你看他们这一次啊，在美国典型的是打着民主反民主啊，煽动民族分裂，对不对？那这现在暴露了，被人家媒体都盯上了，人家媒体都能盯上，更别说这些情报机构 FBI 呀、CIA 呀、警察局呀，对不对？那这些民主大师很可能会面临被人家一锅端的下场呀。那怎么办？这些投资不能白费呀，是不是？怎么办？只有我习近平自己出来当炮灰了，把所有问题都净评卡，对不对？说的没毛病吧？现在是我习大大支持拜登了，你们现在可以骂我了。大家来骂我习近平吧，来骂我共产党吧，都是我共产党的错，都是我习近平的错。骂我习近平，证明你们还是反共的，证明你们还是美国的民主战神。顺便呢，你们可以再交出几个下线级别不高的什么民主大师呀，大法学员呀，把他们供给 FBI， 供给 CIA， 弃卒保帅，断尾求生。就这样，哎呀，这个计策太妙了。我习近平真的他妈的太聪明了！不仅如此呢，习近平还继续帮民主大师拉仇恨呢，打落水狗了。现在开始痛批蓬佩奥了，就是因为11月24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阿富汗问题日内瓦筹资大会上面发言表示，阿富汗面临多种挑战，比如来自武汉的疫情，这一下又刺激到了中共的高潮点了啊！大使馆就开始强烈的反对，然后骂蓬佩奥是人类公敌，然后说美国牺牲了这么多人还敢说中国，乱七八糟的啊！蓬佩奥撒谎成性，这个美国的共和党都不行。然后呢，这里面有一句关键的话啊，说美国已经不关心阿富汗了，美国虐囚呀，对平民不好呀，然后美国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呀，美国出卖盟友呀，说的都是这些话。其实呀，说这种话对共和党是非常不利的，并且呢，这里面有非常一句关键的话，就是中方愿和美国新政府一道，怎么样啊，不对抗呀，相互尊重呀，合作共赢呀，看见没？面具人我就觉得啊，中共这种煽风点火的本事怎么就这么的强呀？啊，说话也是一语双关。哎，又说是愿意和美国的新政府一道，然后呢，又说要和新政府突出不对抗，互相合作，互相勾兑。一方面给民主大师递炮弹，一方面呢，现在打落水狗了，制造矛盾了。好，可以，厉害。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些事件啊？留言告诉我，咱们在留言区继续嗨。